因为过失杀人，女孩被判刑整整1分钟。戴上受刑设备之后，执法者将眼药水挤进罪犯的眼睛，导致他当场晕倒，并进入一个虚拟监狱。女孩缓缓站起身，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小黑屋，这里没有任何出口，陪伴着犯人的只有一个电子屏幕。等到时间来到第365天才能出狱，而现实世界却仅仅只过去1分钟。为了让大脑适应时间概念，监狱里配备了每天的食物，只要维持在现实世界的生活习惯，大脑的运行就不会出错。想要打发时间，除了冥想之外，还可以进行写作。只是这座监狱不仅没有其他犯人，就连送饭的狱警都没有，正常人根本无法承受孤独的折磨。每到晚上8点，电子屏幕会准时熄灯，直到隔天早晨才再次通电。昨天被砸坏的日记本恢复了原样，每天的食物配给也重新刷新。刑期进入了第2天，他无聊透顶，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，只能用尽全部力气抓住锋利的钢板，剧烈的疼痛才让他感觉到些许放松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他也终于找到了消磨时间的方法。作为项目的开发者，他的本意是用它来救治植物人弟弟，可公司为了盈利，居然修改他的代码，将多年的心血打造成虚拟监狱。因为程序的副作用导致用户死亡，杰西卡也成为了监狱的首个犯人。他开始在监狱里检查代码，希望能找到产生副作用的原因。有了目标之后，时间过得飞快，很快就进入最后一天。他掐着手指等待着刑期结束，一直等到夜晚的熄灯时间，却没想到监狱的大门并没有出现，反而电子屏幕上的时间还突然重置，刑期居然再次回到了第1天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他开始辱骂公司修改的烂项目，居然连监狱的出口代码都忘记。杰西卡再也不想多待1秒，他疯狂破坏监狱的每一寸土地，却还是徒劳无功。程序并没有丝毫反应，他终于绝望了，接受了被永远困在这里的结局。可没有想到，明明是密闭的小黑屋，却突然有风从食物储藏柜里吹出来。他走过去仔细寻找，居然找到了一个缺口，稍微用力就轻松打开了钢板。爬出洞口才发现，这居然是一座废弃的仓库。他已经不知道该作何反应，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无数疑问缠绕在脑海。他飞奔想要逃走，却又发现了另一间仓库，拉下灯泡开关，琳琅满目的食物堆叠成山，来不及细想。他打开仓库门，又发现了无数台监控设备。窗外的警卫发现有人越狱，他抢走外套撒腿就跑，警卫的车辆就停在路边，迅速点火拉满油门，才终于逃离了这个荒山野岭。冷静下来的杰西卡回想这一切，才终于明白这是公司的阴谋。由于他一直反对监狱项目，导致公司迟迟没有获得投资人青睐，高管就用这种方法将他踢出局。现在1年时间过去，监狱项目早就稳稳落地。他来到购物广场，随手顺走几件低调的衣物，大街上随处可见都是公司的宣传栏。杰西卡更是怒火中烧，直接来到警局报案。警方记录显示，他在1年前失踪，但移民记录清楚写明，其实他是在意大利居住了1年。焦急地将小黑屋的一切告诉警方，却得不到信任。再三请求之后，警员才同意去现场调查。只可惜仓库早就拆得干干净净，所有的证据都被掩盖，并且居住的公寓也早就租给了其他人。所有的研究成果早就被公司打包带走。正在走投无路之时，公司高管还追上门来，想带着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并解释所有的一切。可杰西卡又不傻，直接转身从后门逃离。高管赶紧绕路堵截，他一路奔跑许久，实在无处可去，只能按响闺蜜家的门铃，一边吃着街边炒饭，一边解释突然失踪的原因。得知是男友因为测试公司产品死亡，导致她被判刑1年。闺蜜满脸疑惑，赶紧打了个电话，一辆车赶到接头地点。原来男友根本就没有死，他在使用程序之时，不小心在虚拟世界溺水，触发了大脑的防卫机制，以至于癫痫发作，在医院抢救了5天。杰西卡失踪的这1年时间，他开发的程序早就铺满了全世界，所有的学生都能用1天的现实时间掌握这一生所需要知识。更可怕的是监禁领域，所有的监狱都被拆除，不管是判刑300年还是无限期的犯人，现在都在使用这个产品服满刑期。这根本就不是杰西卡的初衷，他想知道公司到底修改了哪些代码。男友却希望他能慢慢来，先去找律师状告公司偷走了程序。可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司，父亲明明是程序的原始开发者，但却突然宣布停止研发，并决定放弃抢救，让植物人弟弟就此离开这个世界。他接管项目的愿望只是为了将弟弟治好。男友决定支持他，冒险用员工身份进入公司。从前的程序员都愣住了，消失1年的老板居然逃了出来。他正想通知高管，却被当场控制。杰西卡调阅数据库，却并没有找到自己还未发布的程序。原来他所涉及的领域根本就赚不到钱，算上成本还可能亏损。那块硬盘早就被丢在角落吃灰。达成目标后，他并没有停留，只是狠狠给了程序员1拳，就赶紧逃出了公司。他回到父亲的车库，掀开了尘封了好几年的实验装置，所有的原始代码都还保存完好。时隔1年时间，他继续完善治疗弟弟的程序。父亲下班回家，看到失踪的女儿出现，他却无动于衷。杰西卡当然知道这是在欲擒故纵，其实他的心里十分激动，因为那个失踪人口的报案正是出自父亲之手。在小黑屋里沉淀1年，杰西卡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。男友在测试程序之后突然溺水，并不是因为程序故障，而是程序模拟的世界并不只有一种结局，它和真实世界没有区别，可以实现各种不同结果。而男友却意外走进了不好的结果，又因为体验太过真实，才导致癫痫发作。只要稍加完善，他相信植物人弟弟一定能够醒来，并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生存体验。程序已经修改完成，他
将所需要的纳米机器人全部打印出来。父亲却还是建议他不要这么做。杰西卡不想吵架，直接驱车赶到医院，走到弟弟的病床边，给他穿戴好设备，并将眼药水挤进弟弟的眼球。植物人的意识被强行唤醒，在这个虚拟世界，他拥有完整的身体和意识。现实世界的弟弟也居然奇迹地睁开了双眼，两人在虚拟世界再次见到了面。看到弟弟焕发生机，杰西卡掩盖不住兴奋，迫不及待赶紧打招呼。弟弟却坐在海边一言不发，他跑向弟弟的方向，正要再次打招呼，弟弟却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，并没有感到高兴。现实的身体反而开始癫痫发作。姐姐注视着弟弟的方向，他只是轻微笑了一下，就直接起身走向了望不到边际的大海，直接走进深水区，沉入了海底。看到弟弟如此痛苦，他也只能选择放弃，尊重弟弟的意愿，主动拔掉了管子，陪着弟弟待了许久。男友走进来安慰，是他尊重了植物人的选择。杰西卡一脸疑惑，他怎么会知道自己与弟弟的对话？一种可怕的预感涌上心头，原来他根本就没有苏醒，从始至终都停留在虚拟世界。现实世界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，程序员赶紧给他来了一针，杰西卡这才返回现实世界。原来高管为了记录用户的感受，居然用他做实验，还将所有的过程录制了下来。他赶紧抢过来，一把摔掉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才终于明白过来，虚拟世界里的一切都是他的心结。或许他一心抢救弟弟真的是错的。回到家后，他和父亲和解，并同意了父亲的拔管请求。只是高管又有了新的发现，在虚拟监狱运行的第365天，他发现杰西卡的脑子突然出现了兴奋和害怕的化学反应。不知道待了1年的牢房有什么可兴奋和害怕的，只有一种原因，说明他当时逃出了监狱。没想到用户居然能跳脱写好的程序，进入一个自己构建的世界。这种惊天大发现足以打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投资人。杰西卡却拒绝继续研究下去，高管一心要重现这种状况，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研究样本，想让他再次回到监狱尝试一次。得到严词拒绝后，他故意松口，又偷偷来到身后，将整整1罐眼药水全部泼进了他的眼睛里，并安慰他只要1分钟就好。杰西卡被迫再次来到监狱，程序员也只能听从命令将记录设备带好。他们想要找到程序发生改变的拐点，但这对杰西卡来说可是噩梦。在等待365天，没人能承受得住。他反复告诉自己，这只是电脑程序，原地打坐无数天，再加上不进食的折磨，导致他的生命体征十分危险。但没想到，这却让他强行苏醒。他飞扑上去，将高管按倒在地，并将多余的眼药水全部抹进他的眼睛。高管也被强行带到了虚拟监狱。他将男人的身体放正，并录制脑子里的所有记录，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逃离监狱。高管孤独地做了整整半年，并没有任何发现。他的身体状况十分危险，再继续测试下去，恐怕会性命不保。杰西卡却没有犹豫，死死握住他的头，一定要他待够时间。365天之后，刑期再次恢复成第1天，高管都绝望了，难道要永远困在这里？又等了半个月后，他才终于将高管唤醒。不知道有了真实的体验之后，高管是否还会选择继续将监狱项目进行下去？杰西卡也根本不在意。他走出公司大门，和父亲会合。2名亲属见证了弟弟的管子被拔掉，做出选择的老父亲再也无法掩盖悲伤，在弟弟的床前痛哭流涕。杰西卡一心要让病人苏醒，可却从来没有问过对方的意见。亲身感受过虚拟世界之后，他终于和自己和解。